您是医生吧？嗯，医生好啊，救人命的不简单。救活了理所当然。但出什么事哦？这可能是被告吧？您被告过？大家好，这里是左岸光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一起》。《一起》上映于2023年4月14日，正值台湾 COVID-19 疫情趋缓。不过我在这里要先声明的是，我对这部电影是有批评的。如果您可以接受对这部电影的批评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一辆北台联合医院的接驳车抵达医院，从字幕与话外音的广播新闻得知，这是2003年4月24日的台北市。夏正医师把孩子的生日礼物装进包包，准备下班。此时急诊室突然打给他，说他们临时接到了要转院过来的病人。夏正不耐烦的要急诊室告诉病人医院没床了。行政打来要夏正补病历，夏正敷衍地说晚上再给。安泰和护士拦住夏正，说他的病人金友中不舒服。夏正说金友中没病，然后径直走出，只想赶快下班。安泰和提醒夏正说交班时间还没到，夏正说时间快到了，然后直接奔上计程车。计程车上，司机给夏正一份杂志，说杂志上写最近有一种叫 SARS 的肺炎从广东进来台湾了。此时夏正接到电话，说有严重伤患要夏正紧急回去帮忙，因为病患启动的时间是在夏正交班前，所以夏正只好再请司机送他回医院。计程车司机把夏正送回医院后，夏正开始工作，没想到夏正东西留在计程车上，计程车司机赶紧将夏正的东西送回医院，顺便借厕所。他大概想不到就这么借个厕所，就即将让他在医院待14天了。夏正手术告一段落，就丢给别人收尾，然后在柜台拿了他一路的东西，就要离开医院。此时医院突然拉下铁门，还有警察拉起封锁线。此时新闻爆出，因为北台医院爆发院内集体感染，所以疾管局采取极端因应措施而将医院封闭，人员只进不出。有没有觉得这场景很熟悉？没错，这部电影就是改编自2003年 SARS 侵袭台湾期间的和平医院封院事件。电影里把医院名称改成了北台联合医院。首先我要说，这部电影的气氛营造得非常好。电影的一开头就是一个穿着雨衣、口罩、全副武装的人走在一栋大楼的连通道上，连通道的另一头不知是什么在等待着，压迫惊悚的氛围感瞬间拉满。而医疗类剧情中少不了的手术画面也做得相当逼真，看得出美术设计与演员表演上的用心。此外，一起中的2个角色设计很特别，就是剧中的纯爱情侣档，由曾敬骅饰演的安泰和护士，以及由向洁如饰演的李心妍实习住院医师。男护士、女医师的组合，让我们可以看到本剧尝试打破医护人员性别刻板印象。虽然一起有那么些小闪光，但整部电影看下来，我是非常愤怒的。其中最令我感到愤怒的桥段，莫过于李心妍医师跑到罢工医护聚集的房间外敲打房门，痛骂罢工医护不负责任，没有为病人无私奉献。先不论这段剧情是否只是单纯描述李医师在沉重压力下的主观情绪失控，我们看看电影里怎么描述这段情节。救人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权利，你们没有资格，这激将法，你们没有资格当护士，没有资格当医生。好一个正义凛然与怯懦逃避又死要面子的形象对比啊！于是粗暴的决策者就这么隐形了。更糟糕的是，这段剧情还紧接安排在病患自杀之后。先不论导演自己怎么看，但出来的效果是恶意满满，把病患死亡、轻生的原因全部都归咎给医护罢工，仿佛如果医院出差错、病患死亡，都是这些罢工医护的错，
至于病毒的猖狂、决策者的失误、政治人物的推诿塞责，通通不重要，所有责任都成功的推到罢工医护身上。但是如果丰院的政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么用罢工表达意见就该被污名化吗？剧情后面甚至安排罢工护理师因悔悟而回归工作团队，努力工作不休息，还与李医师相望。而前面提到的那位冷漠的夏正医师呢？他从原本的冷漠医师，在经历疫情丰院的洗礼后，也因为情境而变得热血起来，最后不但放弃撤离机会，还在手术中为了看得更清楚而放弃防护装置，然后在电话中悲剧英雄似的仿佛在与女儿诀别，也与安泰和护士相望了。这种剧情不就是标准的在对医护人员贴道德标签吗？如果说一起是一个架空的故事，那的确是个感人的一群医护人员在极端环境中一起成长的灾难片。故事曲线工整漂亮，但是我们都明显看得出来，这部电影指涉的就是和平医院丰院事件。既然有现实的指涉，就要负现实的责任，怎么可能又要吃指涉现实的红利，又对现实不负责任呢？当年北市府草率决策丰院期间没有给足物资支持，几乎等于直接放生和平医院内多条人命。事后推诿塞责，惩处基层，污名化意见不同的医护人员。2010年，曾于 SARS 疫情期间在和平医院任职的医师周金凯、林炳宏、外包洗衣工童建荣、行政人员林正哲等，为他们在丰院期间被强制召回、集中隔离、衍生污名化等2度伤害而向立委陈情。监察院于同年11月立案调查，国家人权委员会也于同年2月8日决议调查和平医院丰院事件造成的人权侵害，最后建议政府应该正视和平医院被隔离者和家属没有受到公平对待的事实，厘清真相并恢复名誉。而一起却还在这里对当初的医护人员贴道德标签。而今政府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对抗疫医护人员承诺各项筛检费、呼吸治疗师奖金、专责病房奖金、染疫补偿金等，结果到2023年疫情指挥中心解散时，不是跳票，就是向医护人员追讨已经发出去的奖金。2024年，北市联医工会就呼吸治疗师奖励金的争议问题，对卫福部提起诉愿。当我们的政府还在对第一线抗疫医护人员百般克扣剥削时，我们真的需要像一起这样贩卖感动，把医护人员送进忠烈祠的电影，来庆祝我们度过疫情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还接受本节目的观点，还请帮忙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